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随着外国投资者的撤离，中国科技集团遭受重创。金融时报，近期中国在线娱乐平台哔哩哔哩的市值暴跌至约65亿美元，2年前曾达到540亿美元。这种市值崩溃迫使该公司提前偿还债务，威胁到其剩余资金，导致公司采取大规模的成本削减措施。哔哩哔哩的困境反映了中国科技行业的普遍问题。即使是像腾讯和阿里巴巴这样的盈利互联网巨头，也受到海外投资者的减持压力。这些投资者也不愿意支持中国最有潜力的初创企业。由于不稳定的经济复苏，中国科技股票的下跌趋势让员工和投资者担心，纽约和香港上市的中国科技集团的低估值可能是长期存在的。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10大科技集团的市值共计缩水了3000亿美元，而他们在美国的同行则增加了近5万亿美元。不断升级的中美紧张关系让许多投资者想起了曾经支持俄罗斯企业的命运。伴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乌克兰进行全面入侵，西方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企业价值数十亿美元迅速蒸发。华盛顿对美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计划增加了复杂性，这将进一步加强旨在限制北京获得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等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大型外国投资者也因此开始退缩，包括西方养老金基金，他们在私募和公募市场上一直是中国科技的主要支持者。目前有252家在美国或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符合净净的定义，即当前资产减去总负债大于市值。根据标普资本智慧数据，这个群体包括深度低迷的股票，如腾讯支持的斗鱼，这是一家盈利的视频游戏直播平台，净现金达 8.8 亿美元，市值仅为 3.23 亿美元。中国科技公司正在优先进行股票回购和精简业务。一位中国科技投资者和几家领先公司的董事表示，考虑到股价如此低，这样的策略是明智的。他希望这将有助于提振股价，使他的公司能够出售长期持有的股份。对于像哔哩哔哩这样规模较小且未盈利的公司来说，低估值问题尤为严重。在努力实现盈亏平衡的同时，员工表示管理层已经削减了奖金和裁员，并缩减了业务范围。该公司股价的暴跌使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借出29亿美元的投资者现在可以选择提前回收可转债，公司将在6月中旬花费17亿美元回购这些可转债，使其现金储备缩水至约20亿美元。明年，哔哩哔哩面临着另外9亿美元的债务偿还压力，这对于其巨额亏损来说可能是一个潜在问题。中国预计5月份工业产出增长率为 5.2%， 较4月份的 5.6% 有所下降。南华早报，市场普遍共识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预计5月份工业产出增长率为 5.2%， 较4月份的 5.6% 有所下降。有关报告将于6月15日发布。美国银行预测，零售销售额可能增长 14%， 而4月份的增长率为 18.4%。中国的出口在5月份大幅低于市场共识预测，而进口基本持平，导致贸易顺差较4月份的900亿美元缩小到658亿美元。根据上周的官方数据显示，与此同时，零售投资者购买香港股票，市场看涨派正面临美联储的考验。根据 CME Group 编制的数据，美联储基金期货合约显示，美联储在6月14日举行的决策者会议上将有 76% 的概率将其关键利率维持在 5% 至 5.25% 的区间内，这一概率较上周五的 70% 有所增加。自2022年3月起，美联储已在10次会议中从接近零的利率上调。中国打印机制造商 Nine Star 和新疆中泰化工因被美国政府指控存在人权侵犯问题而被列入实体清单，无法进入美国供应链。两家公司的股价分别下跌了 6% 至 8%。周一有2只股票首次上市。在香港， Katia Therapeutics 的股价下跌 1.6% 至 21.50港元，而在深圳，福建南网环境的股价上涨 21%，
至 21.35 元。亚洲主要市场表现不一，日本的日经225指数上涨 0.7%， 澳大利亚的 S&P ASX 200指数上涨 0.3%， 而韩国的 KOSPI 指数下跌 0.4%。HKDRMB 双重交易模式是一个新的计划，旨在让内地投资者直接交易股票。南华早报 HKDRMB 双重交易模式是一个新的计划，旨在让内地投资者能够直接使用人民币在香港股票市场上交易股票，而不再需要进行汇率转换带来的风险。根据这个计划，企业可以向香港交易所 HKEX 申请在他们的香港原柜台之外开设一个人民币柜台，并且已经有24家企业的人民币柜台申请得到了 HKEX 的批准，还有更多的企业申请正在等待审批。这个计划将吸引内地和国际投资者来香港交易股票，特别是那些持有离岸人民币的投资者，因为他们将有一个新的机会进行更多元化的投资组合管理，并获得更好的回报。这个计划对于香港的资本市场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将增加股票交易的流动性，吸引更多的内地和国际投资者参与香港股市，并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有助于扩大人民币在不同产品和投资者群体中的应用，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基础。尽管可能存在人民币柜台股票和港元柜台股票之间的价格差异，但市场做市商和投资者的活动将有助于减小这一差距。同时，这个计划还可能导致 A 股和 H 股之间的溢价收敛，因为内地投资者参与这个双重交易模式可以避免外汇风险。总的来说，这个计划将为香港的资本市场带来好处，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流入，同时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投资者重新思考经济衰退，助长美国股市落后者。加拿大环球邮报，强劲的就业增长和强劲的消费支出是支持投资者对经济前景乐观的数据之一。在调整经济衰退预测的公司中，高盛最近将未来12个月内经济衰退的概率从 35% 降至 25%， 而 Nuveen 的首席投资官塞拉·马利克最近写道，轻微的经济衰退很可能从2023年末延迟至2024年。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投资者将密切关注周二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数据，以判断美联储的加息是否继续抑制通胀而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损害。美联储将于周三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虽然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预计美国央行将保持利率不变，但许多人也将评估政策制定者对未来收紧的意愿。一些市场观察人士认为现在对经济乐观还为时尚早。Capital Economics 的分析师在周四的报告中写道，小盘股的反弹可能还为时尚早，他们预计未来几个月的增长将放缓。周四公布的失业救济申请数高于预期，这表明劳动市场可能正在降温。然而，其他人更乐观。Miramar Capital 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马克斯·瓦斯曼一直在增加他在表现不佳的消费股票上的持仓，例如星巴克和塔吉特公司，截至目前年初分别下跌约 1% 和 15%。他预计在下半年经济增长稳定下来时，餐饮和零售业将表现优异。他说，那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会得到回报。明智地管理您的资金。每周3次将最新的投资见解直接发送到您的收件箱，请订阅 Globe Investor 通讯。立即注册。中国和沙特官员誓言要改善营商环境。南华早报。中国和沙特高级官员承诺营造更好的商业环境，支持双方企业，并利用增长中的经济关系的势头。在星期日上午，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第10届中阿商务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中阿企业深化双向投资机会。胡春华说，我们欢迎阿拉伯企业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我们也将支持实力强劲的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进行投资。他还补充说，中国将与沙特阿拉伯在振兴各自文明方面进行实质进展。我们将加强在生产能力、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和金融关系方面的合作，以帮助实现沙特阿拉伯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他还表示，中国将推动沙特阿拉伯的绿色能源、健康、航空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增长。
他说，我们也期待在阿拉伯国家看到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商业环境，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沙特投资部长哈利德·法利赫在星期日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他希望中阿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该谈判始于2004年，但多次陷入停滞，能够很快达成协议。法利赫说，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双方的领导曾表现出愿意合作的态度。他还表示，该协定将使沙特的产业能够出口，使我们希望所有与我们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都知道，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新兴产业。这次大会由超过3000名与会者参加，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商人，背景是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在与华盛顿的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对加强经济联系的增长兴趣。胡春华是这次为期2天的大会中最高级的中国官员，他表示这次活动是一个加强和实施的机会，实施中国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利雅得参加的首届中阿峰会的成果。据悉，这是胡春华自今年3月成为政协副主席以来的首次公开海外访问。中国国际银行行长李彤和中信资本高级经理王方路被邀请作为大会的专题演讲嘉宾。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和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也参加了大会。根据沙特的2030年沙特愿景计划，沙特阿拉伯旨在通过鼓励向健康、基础设施、休闲和旅游等新兴行业投资，实现对以石油为主导的经济的多元化。沙特外交部长法萨尔宾·法赫安在星期日的开幕演讲中表示，我们为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且促使我们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的是共同的意愿，即通过联系和协调开展更多的业务和伙伴关系。阿拉伯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布·哈谢提也在星期日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商业合作增强了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投资氛围。他还表示，这次大会将就国家面临的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以及俄乌冲突危机对不同行业的影响进行重要的讨论。根据沙特政府的官方数据，中国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的总贸易额达到4300亿美元。单单沙特阿拉伯就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总贸易额的 25%。沙特科技公司 Creativity and Technology 的技术销售经理 Nasir Mushtaq 首次参加这次大会。他表示，正在寻找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中国商业伙伴。Mushtaq 表示，我们一直与欧洲合作伙伴合作，但我们想寻找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他说，如果我们与中国的技术公司合作，我们预计成本将降低 30%到 40%。本次大会由沙特阿拉伯投资部、阿拉伯联盟秘书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阿拉伯商会联盟共同组织，讨论的专题包括食品安全合作、全球贸易、供应链、融资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企业面临更多股东提案。日本时报，在 Cosmo Energy Holdings， 一家旨在分拆公司可再生能源业务的投资基金正在呼吁任命一位外部董事。该公司反对这一要求，将要求股东批准读完防御措施，以防止被收购。代表游戏制造商任天堂创始家族管理资产的公司正在争夺东洋建设的控制权，他们提出了自己的9位董事候选人名单。这是一家从事海洋和土木工程的公司。总承包商熊谷组收到一家投资基金的回购股份提案。文化百叶窗则被一家投资基金要求将全部净利润分配给股东。环保组织和外国机构投资者呼吁丰田汽车和主要银行等公司修改其公司章程以减少碳排放。近年来，国内机构投资者在公司不符合盈利和其他标准时，开始反对公司的提案。三井住友 DS 资产管理公司表示，在行使对董事任命的投票权之前，将考虑哪一个提案，来自公司还是股东，将增强公司价值。电梯制造商富士电梯在2月份的股东大会上否决了公司提出的关于外部董事任命的提案，支持了一家活跃股东的提案。富士电梯的董事会于次月解除了创始家族成员内山贵一的董事长职务。内山贵一已经提出了自己的8位外部董事候选人名单，将在本月底的股东大会上进行选举。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
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